我这样。累了。能听到音乐吗？能听到吧？不会就我们俩在这自嗨吧？他们先听到音乐，他们对，没有音乐，我们我们在这里拱，像个孤勇，不知道在孤勇啥。其实，在没有开播之前，我们已经开了10分钟的试播。是的，10分钟的试播里面，我们就在。是的。噔噔。听不到音乐，听不到音乐，我放大一点，听不到音乐，原来不好，原来是这样吗？听不到音乐，那我们很尴尬了。这个音乐现在很适合我们俩。你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呀。你不知道？你居然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真心话大冒险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？OK， 好，我们今天是那个我们正常一点，我们先体面一点啊，乖啊，先体面一点。就是我们今天呢的主题就是真心话大冒险，然后呢我们选取了一部分真心话和一部分大冒险，然后呢我们的规则，我们制定了一个规则，就是我们优先抽取真心话，然后抽取的这个真心话，如果你不想回答，或者是你回答不了，我就去抽一张大冒险。对，然后就去抽一张大冒险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一个主题和这样一个规则，好吗？什么变成鬼丈夫？鬼丈夫是什么？鬼丈夫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啊。今天发型挺好看的呀。什么意思？细说鬼丈夫，什么意思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到底？刚刚看完剧哦，今天更了一集，这周是双更。哦，这周是双更，保证说真话，保证说真话，好吗？这把保证说真话。而货。保证说真话，好吗？嗯。保证说真话 ，OK。保证要说真话的啊。你的鬼丈夫回来啦！说好了要说真话哈。好，我都说而货。而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骗你，我是你儿子的意思。哦。最新一集我俩没看吗？我俩看了。我俩怎么会没看呢？怎么保证是真话呢？怎么保证是真话？假话的话，你就亲我一下。假话，我们来点毒的，比如说，假话的话，这辈子赚不到钱。可以。敢吗？接了。接吗？接了。接吗？接 OK， 我觉得这个是最毒的事了。对，说假话这辈子赚了钱。对，这确实很毒辣了。啊，好吧，可以，我们自有判断啊，你们自由，你们还自有判断？你们怎么知道真假？我都说了，说假话，这辈子赚不到钱。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这个，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直接了吧？这个好毒吧？这个很毒吧？对，这个毒死了，我感觉好狠。细说一下为什么拍南大的脖子？怎么拍南大的脖子？什么脖子？南大还给自己谋上福利了。什么福利？什么福利？谋上什么福利了？什么福利？赚不到钱可太狠了。不是，我们的宗旨不是赚不赚得到钱的问题，宗旨是不说假话。是的，对吧？同意。说你憋着大招，憋着坏。我憋着坏，我都是明目张胆的坏，从来不憋着。对，我是憋着坏的。你又憋着了。OK， 11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
11集《鬼丈夫》。我知道那个鬼丈夫，我知道了。说他们说的是那个剧，那个里面的。OK， 不能撒谎是第一原则。信了 ，OK。信了。狠毒了，来吧。那我们要不要就开始第一个真心话？先来抽取一下。可以。 OK。这一个是第一个，我们的真心话都是抽一张之后2个人都要回答的。好，然后不回答的话你就不回答的话就要做大冒险。OK，声音小一点。有点吵。准备，我给你搅乱一下。你先颠一下。对，这样，你来说数字，我来抽。比如说第几张，我摸到的第几张，我就拿。第3张。OK， 这一张是第3张。先公布一下。什么呀？啥呀？先公布一下。拍戏时，你对我有过秩序外的1秒心动吗？声音可以再小一点。我调一下声音。但还要小吗？声音再小一点，声音调小一点。已经听不到了，再小的话。还听得到声音吗？对，可以再小一点点。OK。等一下，声音能听到吗？各位，能听到吗？反了，没办法，它这个有镜头镜像，这不是反了。这样可以吗？它是镜像，是反的。拍戏时，你对我有过秩序外的1秒心动吗？有吗？你抽的，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吗？你有吗？秩序外的1秒心动啊！秩序外的1秒心动没有。没有。他们说这个音乐不好听。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啊，肯定是没有的。秩序外的1秒，肯定没有啊。然后为啥呢？因为拍戏的时候，咱们不是都在角色里吗？不是都在人物里吗？那我抽一个大冒险吧。你不回答这个？行啊，那你不回答，你确定你不回答这个问题？我抽个大冒险吧。可以啊。你选一个。我选一个。我选一个的话，说第几个？第几个？第3个。1、2、3。你不回答这个问题是吧？我抽到一个这个。什么？男大给熊化妆。熊化妆。那我下次给你化妆。可以啊。那这个大冒险的话，就只能下一次。对，那这个大冒险的话，只能下一次，就是在 vlog 或者是我们要出去的时候，还是怎么样？对。OK， 那我就把它装到我口袋里。因为现在是已经化了妆了。那我把它装到我口袋里。好，那我们抽下一个那个真心话吧。好，这把 OK 要第几个？我随便转。第一个。第一个那就是这个。这是针对你的问题，这是只有单向的。刘靖宇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时刻哥哥是很依赖自己的？很依赖。很依赖我的时候。我还是那一场戏，就是你抱我的那场戏。
就是我们去了楼梯下面，就楼梯底下那个是吧？对，那场戏我是能感觉到，因为那场戏其实是熊主动抱到我身上，就是就已经拍完了在下面，然后把我抱住。那场戏我是觉得，你记得那场戏是为什么会那样吗？我知道，因为那场戏，因为熊他有自己的个人的那个，就是有一个我比较敬畏的东西在那个片场里。对，然后就是要拍那个吻戏的话，可能当时就是会有点难受，然后后面就直接全卸力就抱在我身上，所以那场戏我是觉得他是依赖我，是吗？有吗？是的，那场戏确实是的。那还有其他地方依赖我吗？那场下雨，那个雨戏也是，雨戏我也有那种感觉，也有被我，就是需要被我去保护你，对，是有那个感觉的。那这个属于秩序外的1秒吗？啊？这个什么叫秩序外的1秒？没有啊。有。没有啊。OK， 来，那我们来，那这个真心话你就做了是吧 ？OK， 那就不需要那个我就算我抽了。行，那我再抽一张。那我再抽一张，随机抽一张。随机抽一张。OK。最近熬夜最久的一次，2个人在干嘛？我们2个人同时熬夜，还是说自己熬自己的夜？同时熬夜啊！最近熬夜最久的一次，2个人在干嘛？我最近熬夜熬最久一次是上次跟你一起的那次。对啊，你呢？我们就最近熬夜熬的最久的一次就是上次drink 的时候。对，那次我跟熊一起熬夜熬了很久。是的。那这个你也是啊？我也是啊。你不是？是啊，我是说是这个，是的呀。是的呀，就是这个，我们上次OK 的那一次，我也是那一次。OK， 那这个又过了。南大要哭了，南大没有要哭，我咋了？南亚没有要哭，别乱说。南大没有要哭，别乱说啊。你干啥啊？我嘴痒，我帮你。没事，嘴痒中。哎，大家记得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主题吗？或者是知道我们这个直播的标题吗？真心话。这个直播间的标题是什么？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一下？不是真心话。啊，对，是。直播间的标题是什么？Yep。OK， 那这个算我们2个都回答了，就是我们2个一起去drink 的那一次，我们2个是熬夜熬的最久的那一次，就 drink 的那一次。OK， 好，那下一个问题，局中局啊？没有啊，真心话大冒险嘛，就是一个名字，就是局中局，就是我们现在在玩这个游戏嘛，然后就是这个一局一局的局中局嘛。OK， 那我们就是又有真心话又有大冒险，所以叫局中局。OK， 那我们抽下一个吧。OK， 下一个哈。你来抽还是我来抽？我来抽。那这样，你在里面抓，然后我就闭着眼，给我喊停。好。停。OK。说出对方3个反差感很强的特点。就是反差感很强的特点。拥有反差感。 3个。第一个。你先，那一人说一个，这样说。你先说一个。就是平时看着很粗糙，
就是不修边幅，但是该精致的时候非常精致。什么叫平时看着很粗糙？就是平时不修边幅的时候，就是在家里居家的状态，很粗糙，不是很粗糙的意思，就是一种没有打理的意思。然后，但是一修饰完是那种很，这个就是一种反差。哦，行吧，行吧。那我说你的，我说一个就是外表看起来是一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，一个成熟的大人，一个成熟的男人，但其实是个阴怪来的。什么时候阴怪了？很容易性感的一个人，是一个很性感的人，其实是个很性感的人。化妆和不化妆的区别是吗？说我是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确实，我不化妆确实就是蛮丑。我可没这么说，你不丑，我哥的眼睛很帅。我不听，然后我不听，我哥眼睛很帅。以后以后就是在我没有收拾、没有化妆的时候，咱俩不要见面了。没有，不是。以后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刚刚说粗糙是因为我是觉得是一个男生本来就有的，这么，就是那种原始感、生态感，很性感，然后化完妆之后是那种精致感。我听你狡辩，不是狡辩，是精致感。因为我一直，然后我觉得我哥帅在哪儿呢？帅在他的樱桃小嘴，然后非常挺拔的鼻子。樱桃小嘴，我是樱桃大嘴巴。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人说我嘴小过。你看，然后很小的一个瓜子脸，再配上一个非常有型的。你要是刚才把我的刘海这样扒拉开了，我就揍死你，我就踢死你。然后非常有型的发型，所以这个就是整体来说是非常帅。那你为什么说这些东西的时候脸这么通红？那你说我了，你行吧，反正这段话，哎，咱们刚刚是不是说不是？这属于是一个什么？咱们刚才是不是说玩的是真心话，对吧？所以刚才是说的是真心话，没有撒谎。对啊，我说的真心话。所以我平时很粗糙，这句话也是真心话。哎呀，这粗糙。就以后我再没有收拾、没有化妆也是一种野性美。你想不想这是有一种野性美，就是那种旷野的那种原始的野性美。行，是吧 ？OK，好，行好。那第二个说第二个吧，第二个反差，我听听看。第二个反差就是，说呀，你干嘛这盯着我呢？我就看一下你啊，我只是想看看你啊。那你听一下吧，快说呀。第二个反差就是，平时可能就是，就是很工作，就是没工作的时候，就是很在家里就是状态是一种很懒散，对。就是往那里一躺，懒散，对，懒散。哎呀，我主要是我不太会用这种词来，就是我大概是这个状态，就是在那里，没什么事就往沙发上一躺的那种感觉，懒散。然后，但是其实遇到事了，就是第一个想到解决办法就是我哥，就是熊。那你这是一种反差。行，对，就对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我觉得你这个点说的很好，但是呢，我就想听一下怎么个懒散。就是脚往那里随便一搭呀，然后穿着拖鞋，穿着裤衩。哎，我算是就是听到了这些关键信息点啊。哎呀，就是粗糙，不是粗糙。那我把它换成松弛行吗？懒散，松弛感。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哦。哎呀，我但是这是这个意思，我要表达是这个意思。粗糙，懒散啊。OK。不是，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。OK。我呢，松弛感，在家里很松弛。行，你呢，就是
看起来好像是，就是那种，好像那种就是看起来懂得可多，就是看起来你以为他在装傻，实际上真的是装的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就知道了。OK， 揍他 OK， 会的，一定揍，一定会揍的。No， 一定，放心，大家放心，没有不揍的风险，没有不揍的风险。No， 南大你跪着直播吧，大家的要求。我一直都是跪着的。你没跪着呀？这儿。单膝跪也算跪吗？对啊，我是求婚跪。No， 看着很冷酷，其实很热情。对，其实南大也确实是这样的。OK， 那下一个吧。下一个，哎，你不是还差一个没说吗？还有一个吗？还有一个反差没说呀，还有一个我的小东西是谁研究出来的？你说的是这个问题还是说？对，我说这个问题，我怎么可能说你呀？我说这个问题是谁研究出来的？那你为什么说是小东西谁研究出来？还这样看着我这样说的？这不是你是这样，我学你啊。小东西谁研究出来的？这个小纸条，这小东西是谁研究出来的？为什么看着我的脑袋点说？因为我在想这个问题，我在想该怎么表达这个问题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感觉是有点真，感觉是冲我来的呀。行，那你还没说呢，这题。你先说，我听一下。谁允许了？我听一下。谁允许了？那我再说一个啥呢？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反差，我是一个一眼就看穿的人，是吗？只有2个反差。我再想一想啊，主要是我又怕说错了。哦，那就是你的脑子里有很多错误答案，全是不好的词儿。哦，是什么来着？这是一个反差吗？对于我的算反差吗？算。就是对别人有时候会很高冷，然后对我会比较温柔。行吧，这个可以吗？算是听到了一个比较中肯的答案。你前面的不是中肯的吗？前面中肯吗？前面的也是。前面中肯吗？就是粗糙。不是，我的粗糙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懒散是松弛的意思。粗糙和懒散是中肯的。不是粗糙，我都说了是一种旷野的野性美。行吧，放过你了。那我再说一个你的。好。其实跟我们相处状态也一样，就是他也是他对别人的时候，他就会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，他自己的想法非常多。就比如说让他拍一个什么东西，或者是什么的，他就会觉得他想不想拍或者不想拍，他其实有很多自己的想法。但是一旦我跟他说，我说这个东西不好看，他就绝对不拍了，或者是我说这个东西很好看，他就一定会拍。大概这要说吗？然后比如说我叫他去跟我一块拍什么，他就一定会拍，会来跟我一块拍，或者是就是我叫他去健身房，马上就开团秒跟，就这样。OK， 那这个问题就过了。这个问题算过了吧？可以。是不是感觉这一关好难过啊？这早知道我就是选大冒险。来吧，那下一个问题我来抽咯。下一个问题我来抽。OK， 你来说一个数字。7、1、2、3、4、
5、6、7 ，OK。最喜欢哪种惩罚对方的方式？惩罚对方的方式，我不惩罚你啊，什么时候惩罚过你？哦，这样吗？嗯，好，你不惩罚我是吧 ？OK， 那就是说你这个问题是回答了，算是吧？那不用拿大冒险。对啊，我都回答了，是回答了。对啊，我惩罚都回答了。哪种方式惩罚对方？最喜欢把他惩罚他是踢死他，没有，开玩笑的，就是你就是想把我踢死掉，然后换一个新的人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你心里的想法。不是我说你如果没有这个想法，为什么会说出来？那你干嘛想踢死我？我就是想踢死你啊！那我真死了怎么办？踢死你是一个，我就是想踢死你啊！那我真死，真踢你了吗？那我真的有一天死了怎么办？你肯定不能。我肯定不能比你死的早，就是我是比你死的早的意思吧？你肯定不会啊！说不也不说不生气。尽添乱，这小对号。好了，焦头烂额的给我添乱。南大被拿捏了，熊大这张嘴，南大你这张嘴啊，冷暴力，没有，这叫热暴力，这是把它放在火上烤。不理我还是火上烤？对啊，把你放在火上烤。没有了，开玩笑。只是我觉得这样比较有用，对于他来说，这一招对他来说比较有用。冰箱暴力，这叫给你放在火上烤，撒点孜然。那烧烤暴力，对。OK， 那下一个问题，这个又回答完了。下一个问题，这个又回答完了，下一个问题啊。下一个问题，那下一个问题我来抽，你来说数字。OK 啊，你说停我就停，停了啊。有没有一件事明明很在意却不好意思说出口？有一件事明明很在意却不好意思说出口。那我先说，你是不好说，你先说，我听一下。你是不好说，行。我想想啊，就是有一次，吃饭，然后那一次就是我们刚拍完同一场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要去吃饭嘛，然后这个家伙一个人自己跑去吃饭了，没有喊我，然后等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那。那我给你打饭了。但是没有喊我。那我很在意一个点，但我一直没说，就是我其实每次带零食买零食都买了你的份，但是你总是觉得我吃了很多零食，但我确实是没怎么吃你的零食啊。哎呀，你吃那些都是我的，我知道啊，但是我就只吃几口啊。因为你不怎么吃，但是我总是吃。行，然后我搞得我长胖了。这个算吗？算吗？这个算吗？算。OK。算。OK。
OK， 那我再来抽一个，那这把是我来抽，然后你来告诉我题。可以停。哇塞，什么？这是问你的问题，那我念出来的话，我给大家看一眼吧，看一眼这个问题，我这个问题念不出来，我觉得。啥问题啊？等一下。什么问题啊？我想想怎么说呢？想想换一个词儿。南大最喜欢熊教的技巧里面的哪一招？最喜欢？对，看不清楚，现在还看不清楚吗？这已经不能再清楚了吧？最喜欢冰块。冰块，这是能说的吗？这个应该能说吗？说都说了。OK， 好，下一个吧。下一个这有点那个了。嗯，就这个表面上的。这个，好。有没有设想过与对方的未来是什么样的？的话，那肯定是一起变得更好。有没有具体一点的呢？具体一点的话，那就是，你能做到你想到达的，然后我也能到达的位置，然后我也能做到，成为我家里的主心骨，可以吗？我觉得就是，我能想到的未来是相互依靠、相互帮助、相互变成更好、更优秀的人，然后在共同以及各自的生活里承担更多的责任。反正就是两个人要在一起。对，我觉得是这样。为主心骨点赞。反正就是一起做到最好的自己。互相成就。细说冰块，冰块细说不了。相互欣赏，彼此成就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选下一个。 OK。下一个真心话。这真心话我们怎么都能说呀？怎么这么多呀？这个没有大冒险的机会吗？ OK， 下一个。近期梦到过对方吗？如果梦到，请描述。你梦到了吗？你说呀，你有吗？我选大冒险。你选大冒险？这个问题不能回答。不太好回答吧。好 ，OK， 那行，那我先说吧。我说，梦的话，其实是近期是没有，近期我们一直待在一起嘛。就是我想讲的一个梦，就是那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梦，就是我那次是那个时候还在武汉，然后我们还没有待在一块儿，就是杀青之后的事情。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梦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南大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在生病，南大一直在生病，然后我的那个梦其实，有一点点
怎么说，有一点点玄幻。有一点点玄幻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你跟我讲过，跟我讲过。对，然后我就是在那个梦里呢，就是我那个梦里是，我的梦里，我的主视角是我的身上有2个守护神一样的东西，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守护灵之类的那种东西。然后呢，但是我的梦里的视角就是我的梦里我就魂穿到南大的家里，然后我就能看到他躺在那儿，但是他身上有一个阿飘想要害他或者什么之类的，大概吧。然后我就梦到这样一个东西，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生气的对我的那2个守护神说：“我说你赶紧，你们现在就冲过去把他给把那个啥给灭了。”就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梦吧，反正就是一个挺玄幻的一个梦。这个跟我讲过。对对，就是一个很玄幻的梦。OK， 南大的梦不能讲，那就不讲，你都偷偷跟我讲啊。那我这个做个大冒险吧。大冒险，抽吧。复刻一下空中加油。复刻一下空中加油。但是，我去拿一下。你去找个杯子。去拿个杯子。OK。这么玄幻，对啊，就是这个梦其实很玄幻。但是我醒了之后都一直记得很清楚，因为我在梦里超级生气，超级生气，无敌生气那种感觉，然后我就气醒了，有点，信号不太好呀。信号不好吗？要不要连一下 WiFi 呀？行啊，OK， 连一下 WiFi。好，等一下我们。对，我连一下 WiFi， 然后等我一下啊。是不是有点卡呀？然后等我一下，我们连一下 WiFi 之后，然后再来。